我是草王。新年好，今天新年开年第一场啊，应该可以的。我第一场啊，你们看一下今天是什么人？是不是春季来了，到了交配的季节？你这话讲的，广东的一线网红哥，他全部来了，你看。我今天又没几个鱼钓。今天多少斤嘛？我要求80嘛。好，那么快干嘛了？163岸，我要求80嘛。我们聚在一起是不是要拼一下？拼一下呀？啊，要掐个鱼，掐一下吗？几个人拼？我们4个人。我们4个吧。拼了怎么处理？鸡哥，我们到时候就中午饭了。最后2个，排在最后2个的负责买单就可以了。前面2个负责白吃啊，也可以。这个白吃包括团队的人哦。可以。都是拖家带口的。对我跟你说，我拖家带口就厉害了。我们5个，我们4个人，也差不多。2个人输的请吃饭。可以。这蛮好玩的。喂，师傅，这么晚你还在我家这搞什么？研究什么新配方吗？明天我们要打2022年的第一场罗非啊，明天钓费480，不便宜啊！我要提前把料开好。那你先弄吧。你不用管了，你去睡觉吧，我等下搞完再回去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明天打算是钓拉饵啊，我们就把这个拉个球先给它开了，因为要开这2份冻料，可能我们要用到差不多快1瓶的一个拉个球。这个拉个球呢，它跟普通的那种拉丝粉不一样，它需要水洗，就是说先要放水，然后放这个拉个球，把它洗开了以后，洗开完了以后，然后我们才能将冻料放进去。我们先放在这里呢，让它吸透水啊，让它你等一下吸到什么时候为好呢？就是你拨它一下的时候，能够明显看得到它丝已经出来了，就是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再下冻料，静置个3到5分钟就行了。如果说是一些地区啊，它天气还比较凉的时候，我们就静置到5到10分钟，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吸水。先放这吸水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饵料啊，这丝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完全出来了。我们就把它先放在旁边，它水稍微会多一点点，因为我是晚上把它开好，明天用，所以这个水相对来讲会多那么一丢丢。然后呢，明天主要是以小飞为主啊，我们就将这个腥味先给它放进去。我是这个开的2套的量，所以就是直接将2套的这个腥味啊，直接加腥味的，因为它是小罗非，你就不需要用干味去打了，直接加腥味。我们先给它揉一下，先把它简单的揉一下，揉开，然后加小药进去。因为2套的量啊，我们主味型呢还是以凤梨为主。1、2、3。差不多几个60滴左右，因为2套，一套的话我们放个30滴，因为抢新鱼嘛。我们味型主要的话还是重一些啊。然后辅助呢，就辅助淡奶。小罗非，小个体的罗非，它比较喜欢受淡奶一些，喜欢奶味的。淡奶也是一样的啊，跟这个凤梨的量一样。然后我们呢还是一样的，不管开什么小药的话，我们还是打罗非嘛，它会出太阳，果酸是必备的。果酸呢，大概就是加到一个40滴，因为开饵料呢，首先要遵循一个有主有次。那么果酸它是一个辅助味型的，我们就看当天嘛，看明天，看一下它太阳怎么样。如果说天气特别闷，或者说太阳特别大的时候，我们就现场再给它多补一些进去。如果说不需要，那么这点果酸就已经够了。同样的，初春时期的话，这个水相对来讲啊，它还是凉的。然后有一些黑坑的水呢，它水质也是相对来讲比较浑浊的。那么这个药酒也是必备的，就是药酒呢，主要是去打一些穿透，把这些饵料当中的一些气味啊，快速的一个传播出去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药酒呢，就放一个30滴，就放对半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药酒它不像说是鲤鱼或者鲤科的鱼种那么喜欢吃药酒，罗非的话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辅助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给它搅拌均匀啊。其实很多人问，就是说这个开这个冻料啊，特别是开拉饵的时候，
到底是把小药放在拉丝粉里面，还是放在这个冻料里面，然后去开？其实这里面呢差异很大，反正就是说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。我个人呢是习惯把这个小药放在冻料里面，让它味道进到冻料里面去开。它因为有部分的一些拉丝粉啊，它相对来讲，如果说你的一个水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体积啊，它里面的一个密度如果是不一样的情况下，很影响这个拉丝粉发丝的一个状态。像一些小药里面呢，它多多少少它有的会粘稠状会比较高，那么你加到那个水里面开拉丝，就相对来讲的话，它的一个丝出的状态就不好。反正老前辈都是这么讲的啊。我们现在把这个冻料跟这个拉丝粉全部给它混到一起去，就打均匀。像打这个丝呢，就一定要给它打得均匀一点，打透一点。我们明显看得到，现在这个冻料的状态是很稀的啊，就这种状态，相对来讲会很稀。我们再把这个赤尾青放进去啊。赤尾青呢，它也是起到一个收水和调节这个饵料的一个状态的作用啊。赤尾青呢，它的一个蓬松的比较厉害，而冻料呢，它的一个成分像肉类的多，它比较紧实，所以就需要这些赤尾青啊、蓬松状的东西去调节。有的用雪花粉也可以，但是赤尾青这种虾肉，它的一个鲜味效果就比较好。那么我们后面呢，就放这个虾粉，然后给它进行收水。很多人就是也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初春时期的罗非喜欢吃什么？两样东西最喜欢，我刚才加了一样，就是淡奶味的。然后其次呢，就是初春时期的一个鱼种呢，它相对来讲会对于一个动物蛋白要求比较高，就喜欢吃虾粉。那么我们常见的呢，就是虾粉啊、蚕蛹粉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主要的黑坑当中或者钓鱼当中呢，我们放的虾粉会多一些啊。那么再放虾粉进去。那么我们这个冻料就已经开好了，就先给它揉到一起去。等一下呢，我们拿袋子给它装起来啊。还有很多钓友在这里呢，也有一个疑问，就是问这个冻料能不能就是说提前开好，或者说用完的冻料能不能过夜？实际上，像一些老钓友或者说是经常喜欢打罗非赶头场的，会发现冻料呢，你再把它晚上提前开好，只要说是你保管妥当，就是在一个温度上面处理啊，保管妥当，它的一个状态出来的，放在冰箱里面静置一个晚上之后，它状态会比你现场开出来的更好，因为它有足够的时间去发丝。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啊，就是这个冻料你一定像开这么多，你不能装在一个袋子里面堆到一起，特别是天气非常热的时候，夏天呢，就是到了真正夏季来的时候，特别热的时候，因为它这里面很厚，你如果说不把它分均匀一点，它就很容易里面产生高温，产生高温之后，那里面就发酸了啊。我们等一下拿小袋子把它分成2份或者3份，给它平铺起来放冰箱里面。因为我们明天呢是准备打浮啊，一开始想打浮，它因为这个季节呢会让这些罗非很快速的在太阳出来以后，马上就容易起浮，就浮起来吃就不容易下底，因为它的一个温差比较大，水面的温度高，水底的温度低，然后它就全部起浮了。这也是在这个季节做钓，很多钓友经常都会遇到的问题，也会去经常问的最多的问题。就是说，为什么钓着这鱼都在水面游了？我们能不能去打浮？有些情况可以，有些情况不可以，看天气的啊。那么我们打浮呢，首先这个散泡的状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先将这个雪花粉给它泡开啊。雪花粉泡开了之后呢，马上将散泡加进去。然后快速的将它搅拌均匀。
啊，这个就已经状态呢，一半的状态就已经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小药给它加进去啊。它主味型呢，我选择是以这个百果香，这里面有个1/3瓶，也就差不多60滴吧。60滴就等于说有个几毫升啊？60毫升一瓶，1/3啊，多少毫升？你们自己去算啊！你们谁有聪明的算出来，直接打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加这个淡奶，还是一样的，刚才讲的，小飞它是非常受淡奶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开4包散泡，直接将这个淡奶呢加到一个15到20毫升，然后再加这个能量果酸啊。能量果酸也是一样的，15毫升就够了，就不用特别多。最后呢，加药酒，药酒是辅助的，直接就点个10毫升就够了。药酒呢，它始终会比其他的一个味型小药要少一些啊，就是要有主有次，有的是打辅助的，有的是主味型的，就是不是像有一些调友呢，就是不知道这小药该怎么用。这个怼一点，那个怼一点，那个怼一点，反正有的都加。他有时候加进去，他都不知道它的一个作用是什么。我们再去调整它的一个状态。差不多了，因为我这晚上呢，我还需要放在冰箱里面，就说它现在的这个状态呢，就是比较相对来讲啊，就会干一些，然后先放在冰箱里面，因为看一下它吸水能吸多少。冰箱里面大家都知道，它放在那个保鲜层里面呢，它会比较干燥，它会把这个饵料里面的水分会给它抽掉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呢，再将散泡放出来，我们重新再去调整一下。那么看一下。这今天晚上开料开到12点了，也不知道明天这个头场能够打得怎么样。它因为这个季节呢，有一半的因素是在天气啊，可能就是明天的一个胜率的问题啊，上岸的一个问题，有60%的概率呢是承认有赌的成分在里面。行了，东哥，帮我拿个袋子，把它装起来。那东哥，袋子装吧。你说明天会不会打龟啊？反正我出去钓了好几场都打龟，最近的钓场都是龟声一片。这个也很难讲哦，反正天气是很重要。其实呢，最近一些钓友也是心比较急啊。他因为前段时间不是一直下雨吗？它温度是很低的，然后突然一下这几天太阳起来了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早晚温差特别大，对吧？它早晚温差大，也就意味着它水底没那么容易热。太阳出来了，实际上这有时候一天呢，它底部都是凉的，等于说上面是热的，下面是凉的，就跟你们说的一样，看到那罗非整群的在水面游，就是不吃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么这几天呢，它这个太阳它又持续了一段时间，等于说它这个水温呢，就是均衡了很多，就整体的一个温度上来了，起伏肯定是有罗非起伏的。那么就是相对来讲呢，还有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在底部，但是我们明天呢是针对起来的鱼钓，所以我们明天大幅，明天钓费480，今年的第一场啊，这千万不能打龟啊！第一场发布，来装。